专家在打开双层黑玄棺木的同时，惊讶地发现，墓主人原本保存完整的头颅不翼而飞，而最为奇怪的是，原本白色的骸骨，这一次竟然莫名地出现炭黑色。正当专家为之不解的同时，距離双层黑玄棺木10米不到的位置，又发现了一座女性陪葬古墓，而且女墓主人的陪葬品竟然出现了10顶青铜器。人們常說5窟9鼎，那麼這10鼎青銅器寓意着什麼？是怎樣的女性地位才可以配上10鼎來陪葬？無疑給考古專家帶來諸多不解謎團。隨着墓室的進一步挖掘，真相浮出水面。有專家推測，難道是挖掘到項羽和虞姬地下之所？因為項羽在烏江自刎後被人砍下頭颅，而虞姬忠於愛情，選擇緊隨其後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發現。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點個關注，點個讚。接着往下看，安徽挖出一座來自戰國時期的千年合葬古墓，裡面竟安置着2具無頭屍體，一具屍體遺骨發黑，似乎是中毒身亡，另一具屍體則有青銅戟陪葬。因此專家猜測，這恐怕是項羽與虞姬的合葬墓。為何屍體的頭顱不翼而飛？是生前慘遭了什麼酷刑嗎？事情要從2011年說起。當時工人們正在安徽省六安市經開區的一塊工地上建設大型遊樂場，挖掘土塊的工作進行到一半，施工隊伍突然發現了不同尋常的地方，土壤顏色與周圍明顯不同，而且還隱約看到了一些瓷器碎片。工人們猜測，恐怕是挖到古墓了，畢竟這是在國內發生的次數也不少。上報文物局後，專家們趕到了現場，經過對土壤的勘驗，這泥土竟然是罕見的五花土。有五花土，就通常意味着底下有古墓。經過對五花土的勘驗，專家可以確定，底下這古墓有1000年的歷史。專家們連忙開展了搶救性發掘工作。這五花土底下有2座古墓，距離約為10米。為了方便區分，專家們將小的那座命名為 M566， 大的那座命名為 M585， 共有2座墓葬。進入 M585 墓室之中，裡面存在着大量的青銅器，這昭示着墓主人身份非富即貴。而在這些陪葬品中，還有不少名貴兵器，其中有一把青銅戟。古墓中通常會放着類似墓石碑文一樣的東西，記載着墓主人的身份和生平。但專家搜尋了這座墓室後卻沒有發現，那有沒有可能是藏在了棺墩之中？專家們便帶着疑惑打開了棺蓋板，引入眼簾的一幕讓專家們都驚呆了。古墓的規格不低，陪葬品琳琅滿目，就連棺木擺放的位置都是十分講究。墓主人的屍骨卻十分雜亂，頭顱骨更是不翼而飛，有項羽最為拿手的兵器戟，而項羽死因也是斬首。那這會不會是項羽的墓？而旁邊的就是虞姬的墓。M566 墓室中確實有不少女性陪葬品，最吸引專家注意力的是足足10個陶鼎。古代帝王稱為九五之尊，9鼎已經是鼎盛之巔。為何這座古墓竟用了10個陶鼎陪葬？根據史書記載，楚國認為的5鼎便是10個陶鼎，只有世家大族才配得上用5鼎的墓葬規格，這也與項羽的身份符合。打開M566墓室的棺墩，裡面有一些黑液流出，同樣是一具無頭屍，而且遺骨還有發黑的跡象，墓主人多半是毒發身亡。項羽與虞姬的淒美愛情故事遠古流傳，至今仍可歌可泣，是中國文學與戲劇作品的重要題材。
據記載，公元前202年，項羽的軍隊被劉邦的大军重重包圍，已經到了弹尽糧絕的地步。夜晚降臨，漢軍唱着楚地的歌，從四面八方傳來。項羽一邊飲酒落淚，一邊同虞姬哀嘆自己恐怕命不久矣，敵众我寡。项羽卻不願投降，他很清楚，自己與劉邦只能活一個，成王敗寇，男兒寧可戰死，也絕不投降。夜半3更，項羽率領800名士兵，趁着夜色，成功突破漢軍重重包圍。漢軍確認項羽離開的方向後，連忙派出5000騎兵追趕，突破重圍之下。項羽損失也不小，800士兵只剩100多人。項羽看着昔日一起把酒言歡的士兵，不禁悲傷從心頭湧上來。眼見着漢軍追了上來，項羽巧借戰術，在止損時2人的前提下，擊殺了數百名漢軍。此時項羽完全可以渡河離去，但他一想到與自己歷經生死的士兵，不願做逃兵，選擇與漢軍殊死一搏。項羽一人一馬一戟，擊殺了幾百名漢軍，自己也受了重傷。不願淪為階下囚的項羽，最終自刎烏江。放下一生牽掛，望着漢月如牙，浮生縱馬，生死無掛，不願曾經列甲。虞姬收到项羽自刎的消息後，選擇自殺，敝落黃泉，都陪着項羽。這座合葬古墓的發現，能填補戰國時期歷史的空白。若真是項羽與虞姬的合葬墓，則可以還原當時歷史的真相。雖然項羽與虞姬的故事口口相傳，但歷史只是潦草記載，故事又是發生在上千年前，真實性有待考究。但墓主人的真實身份，僅憑陪葬品和屍骨還無法進一步確認，還要留待 DNA 檢測以及其他科學方法，獲取墓主人的更多身份信息。戰國時期對於現代人而言極為遙遠，一些歷史文化在時間長河的流逝中灰飛煙滅。如今這座合葬墓的出土，讓我們更直觀地窺探戰國時期的歷史文化，也見證中國1000年前便已經存在的輝煌。